思就是说，越老的女生越难生，这个是的确是事实。所以年纪的确是女生在生育这一块比较大的杀手。意思就是说，20岁的卵一定是比较新鲜的，跟你30岁、40岁或快停经再拿去冰的效果一定会有差。如果你没有一定要生自己的小孩的话，其实我觉得领养或者是用别人的卵，其实都是有机会的。那到底要花多少钱呢？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，大概冻卵需要花的费用是10万上下。最近遇到很多45岁甚至快停经的人跟我说，我还想要怀孕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比较头痛，是因为或许到那时候你就已经没有卵子可以去做怀孕的这件事情了。常常会有女生来问就诊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医生，我几岁要去考虑冻卵这个问题？那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，女生普遍会变得比较晚婚，晚找到对象，那大家会在事业或者是学业的方面上会有比较长时间的追求。那可能结婚的时候，有时候40岁啦，或者是40几岁才找到对象。那这个时候对于生育这个问题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因为女生大概是出生就把卵子整套带出来了，就是你整个就是带着卵巢的全部的卵子出生，意思是你带了一批新鲜的蛋然后出生。那随着你每个月月经周期的过去，它会不停的消耗掉卵。那平均一个女生人生大概会排出400颗卵左右。那在你不经意的时间的流逝下，这个卵就会不停的排掉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越老的女生越难生，这个是的确是事实。所以年纪的确是女生在生育这一块比较大的杀手。那所以科技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提供很大的帮忙。那我们就会提早把这些卵拿出来冰起来，有点像你食物会坏掉，所以我先把它拿去冷冻库冰起来的概念。那到底可以冰多久？可以一直冰下去，只要你不用它的话。但是实际上来说，随着你几岁拿去冰，那这个卵子的效果也会有差。意思就是说，20岁的卵一定是比较新鲜的。当你拿到卵，就刚拿到就把它拿去冰，跟你30岁、40岁或快停经再拿去冰的效果一定会有差。就是这些卵子拿出来的受孕率会有比较大的落差，或者是说呢，在我一样的排卵的药物的使用下，意思说我今天要去冻卵啦，我在用一样的药物的状况下，年轻20岁的女生，我可能一个周期就可以取到20-30颗的卵，然后拿去冰。但是我30岁的女生可能只能取到10几颗，40岁可能了不起快10颗，甚至是8颗9颗。到了50岁，可能你的每一次用了很多药，可能只能出来1颗卵或者是2颗卵。那所以随着这个 CP 值的概念跟着卵子品质的概念，我们就会比较建议病人在35岁之前去好好认真的想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们卵子的代谢曲线，应该是说我们的卵巢的功能不是这样子下降的，它是会有这样子跳水式的下降。那什么时候会开始跳水呢？这个跳水的时间大概就是会在35岁的前后。那是不是每个病人都这样呢？当然是不一定，只是我们会建议普通大家需要去思考的时间就是35岁或者是30岁的上下会是比较适合的时间。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30岁会有一点点偏早，因为30岁或许你都还没有遇到真正有对象，或者是还没有出社会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抓35岁的这个时间点。那到底我需要用什么东西去测，我会不会比别人更早去停经呢？现在其实普遍就会有一个值叫做 AMH 的这个值。那如果你测起来真的特别低的话，其实就需要比较早去思考这一个冻卵的问题。如果你的值还好很漂亮的话，或许你可以晚一点去想这一个问题。所以大家可以借由检测 AMH 这一个值去判断自己需不需要提早的去想冻卵的这个 topic。但是我还是会很强烈的建议大家，如果大家在35岁快40岁都还没有找到好的对象，或者是在尽量建议是35岁啦，因为40岁的卵子品质还是会再更差一点点哈。建议大家在35岁就要好好去想这个问题，我有没有现在就要生小孩？那下一个问题是，你有没有一定要生自己基因的小孩？因为卵子就取决在你生出来的小孩是不是拥有你自己的基因。如果你没有一定要生自己的小孩的话，其实我觉得领养或者是用别人的卵生小孩，因为现在的科技非常进步，其实都是有机会的。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我很想要生小孩，我觉得我这辈子一定要生小孩，那冻卵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。那到底要花多少钱呢？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，大概冻卵需要花的费用是10万上下，现在可能会稍稍贵一点，但不会超过20万。那每年你取出来以后，你需要付的冷冻费大概1年会是1万块上下的价钱，大概就是一直冻到你把它使用完为止哈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概念。所以如果我一定要生小孩，我觉得我还没有很好的对象，我觉得我最近事业很忙，我事业心很重，我其实想要晚一点再生小孩，
甚至你真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话，你也可以考虑让别人帮你都代理孕母去生小孩。那只是在台湾这一块，并还没有通过代理孕母这一块，所以在台湾的部分，如果你要生小孩，还是需要用自己的子宫来生小孩，但是是可以借卵的。如果你年纪很大，卵子品质不好，是可以借卵的哈。目前台湾在医疗政策上还没有补助冻卵这一块，我相信过几年，当我们的民风更前进，大家思想更前进的时候，或许在冻卵这一块，医疗也会有补助的行为出现。但就目前来说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到35岁，生育的警钟开始亮起的时候，大家就要去想这件事情，我是不是要去做冻卵，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咨询的这个动作？那请大家还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因为我最近遇到很多45岁甚至快停经的人坐在我的诊间跟我说，医生，我月经没有来啊。那跟我说我还想要怀孕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比较头痛，是因为或许到那时候你就已经没有卵子可以去做怀孕的这件事情了。到那时候真的没有卵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比较难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就是到时候没有卵，我们也比较难真的做出一个让你合心意你自己的小孩子哈。所以如果女生你还是很在意有生自己基因的小孩的话，请记得要把冻卵这件选项放在前面哦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，你才20岁，大家不要太担心，因为20岁你自己的卵是新鲜的，自然怀孕的效果会比冻卵再更好，所以基本上，年轻女生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自己去尝试，自己去找对象，不用这么早去思考冻卵的这个问题哦。我是烘焙摄医师，如果大家对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如果再想进一步的话，也可以来刘教授诊所找我们。那请大家多多分享正确的妇产科知识。